哇，你看，哎呀，好气派的花轿，居然是纯金做的。将军府今日娶亲吗？什么娶亲？前几日刚娶过，听说那位少夫人过门当日就疾病去世了，今日这是人家小姑奶奶回来了。疾病去世，你们沈家真是会粉饰太平，还真有些期待一会儿沈家人见到我这个死而复生之人会作何反应。小姑奶奶回府落轿。姐姐，当初明明是你说将军府没了小姑奶奶早就没落了，说她沈子谦就是个废物，打死你也不嫁，所以爹爹才让我替你嫁过来。你不过是我娘捡来的下贱养女，连自己姓甚名谁都不记得。如今我又想嫁给子谦哥哥，你就应该跪着还给我，居然还不愿意，还说什么对自己名声不好。你一个贱婢哪来的名声？夫君只能是柔儿一个人的，若要与他人共享，柔儿不如回了明家，总好过日日弯膝。若不是我国公府突遭不测，满门获罪，我才不要你这酒囊饭袋。子谦，你说过你娘亲对我很是满意。要不是为了保住与国公府的婚事，哼，你以为我会能看上你这种穷贱货？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你一个毁了容的丑女，从头到脚哪一点能比得上我们明柔啊？陪贩夫走卒勉强还可以，便宜你们了。今夜我就把她当作新娘送给你们了。我不嫁了，我不嫁了，求求你们放过我。放开我！不要！不要！别过来！拜见小姑奶奶。娘，你怎么捡了个乞丐呀？傻丫头，和你定亲的沈将军府已经没落了，这小乞丐与你年龄相仿，你若是不愿意嫁，娘的意思我懂了。我是谁？原来是个傻的，那你以后就叫阿丑吧，阿丑吧，阿丑吧。原来我是沈南玉。他好像死了。死就死了，这身子不还软着吗？上来，枪！枪！摄政王，要不要带着那个女子一起走？她已经断气了，找阿姨要紧。走，枪！枪！枪！你要干什么？你敢！
小姑奶奶早日归来。是小姑奶奶，小姑奶奶回来了，小姑奶奶回来了。申子谦、明柔，我不仅活着回来了，我还是你们沈家的小姑奶奶。从今日起，我便要将这沈家牢牢攥在手里，我要这沈家的天为我而变。今天是沈家小姑奶奶回府之日，恭喜摄政王，一会儿就能见到儿时心心念念之人了。阿姨，我们终于要再见了。怎么是他？凤尾花胎气，一个险些被沈家家丁欺辱的女人，怎么可能是沈家小姑奶奶呢？走，去看看。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哎呀，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娘，这小姑奶奶到底还来不来啊？一会儿我们还有事儿呢。小姑奶奶到。这小姑奶奶回府，还不速来拜见？舍利子，昔日他们为刀俎，我为鱼肉。如今这将军府的天也该变一变了。这么年轻的祖宗，年纪看上去与我不分上下，倒也不怕折了寿。谁让人家辈分高呢？祖母见了都得叫声祖宗。小姑奶奶，欢迎回府。你算个什么东西？我回我自己的府邸，用得着你欢迎？小姑奶奶，你有所不知，婆母病重，身边一刻也离不得人，晚辈这才没有外出相迎。跪下！给你几分薄面，你还真有脸托大是吧？你左右不过28年华，是真是假的小姑奶奶还另说，有什么资格让我娘给你跪下？夫君，就凭我是你祖宗？什么祖宗？故弄玄虚，藏着块破布！我现在就把你的甲皮揭下来，看看你到底是人是鬼！你族老们交代过，哪怕让奴婢豁出这条命，也要护好小姑奶奶。
这面纱是你们将军府的保命符，若揭下它，将军府必遭大祸。你若是有胆当这个罪人，尽管来揭。当年先祖留下的财宝家产都在他的手里，我们现在不能得罪他。哎呀，小姑奶奶，您这一巴掌啊是天恩，正所谓罚便是赏，我们这些做小辈的呀，便高兴受着。那我也赏赏你啊！娘，就算你的辈分再高，也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这么耻辱我娘吧？是他自己说我的巴掌是赏赐，我好心赏他的，倒被你说成是折辱。既然你们这些孬孙这么忤逆不孝，那我还是带着金银出府，去购置另一座别院好了。娘，快讲，给小姑奶奶赔礼道歉。小姑奶奶，此前年幼不懂事，等会儿我定好好教训她，给您赔罪。上好的厢房我已收拾妥当，这外面再好也不比自己家，你说是吧？我不住厢房，我要住晨曦院。那可是我们的新房。若，原来你还知道自己的身份。这里是沈家，不是你们国公府。这偌大的将军府都是沈家先祖留给我的。你们这些旁系，说起来只是借住。我若是哪天不高兴了，随时都能让你们滚出去。再敢在我面前撒野，我就让沈子谦休了你。哎呦，哎，小姑奶奶，小姑奶奶教训的是。哎呀，这国公府都没落了，哪轮得到她在这作威作福啊？什么小姑奶奶，跟一个小辈抢一间房，我倒要看看你这张脸有多大，敢和我这个国公府嫡女抢房！敢和我这个国公府嫡女抢房！哎呀，既然小姑奶奶想住上房，我这就叫人去收拾。是他，昨晚救我的男人。参见圣上，殿下。小姑奶奶，她可是摄政王萧云剑，朝堂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看来沈小姐的伤已经好了。昨晚的家丁有没有伤到你？威胁我？昨晚家丁？难道是昨晚我派去玷污阿守的那两个人？他该不会是……这个沈南一真是老寿星吃砒霜，活得不耐烦了吧？自己作死就罢了，这是要拉上我们全府陪葬啊！小姐知道怎么用吗？用不用我教你？
快拿去当了，就你娘亲吧。我带你去找郎主。摄政王大人，这是我们沈家的小姑奶奶，还是让我们偌大的一个将军府，居然混进了刺客，这笔账我日后再跟你们算。将军府四周都有侍卫把守，怎么会有刺客闯入？完了，谁不知道萧云剑心狠手辣，我们得罪了他，往后还有好日子过吗？我们怎么办？沈小姐的伤并不致命，但是刀口太深，若处理不当的话，可能会留疤。尚未出阁的女子身上有疤痕，以后恐再难寻夫婿。都是姑的错。这是谁的车驾？跟了我们整整一路。回小姑奶奶，这是摄政王萧云剑，朝中最有权势之人。瞧这架势，是要来咱们将军府呢。小姑奶奶，要不要提醒一下摄政王？去把将军府的守卫都遣入内院，迎接我这个小姑奶奶。都潜入内院，那岂不是无人把守，更给刺客机会了？想要拿回沈家的一切，没有靠山怎么行？姑不喜欢亏欠人情，你救了姑，在真正的沈南义回来前，姑会替你保守秘密。昨晚就当姑没见过你。摄政王以为我是害怕沈家人看到我这张脸。我想要的是摄政王的另一样东西。上一个敢这么算计姑的人，坟头草已经3米高了。那我就要成为摄政王的例外了。所以你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姑，对吗？柔儿，白天刺客闯入时，你有没有看清楚小姑奶奶的长相？我觉得她特别像你们冥府的那个养女阿丑。有摄政王护着，
根本就看不真切。要真是阿丑那个贱人，他敢这么耍我们，我一定要将他碎尸万段。真想知道，你去看看不就行了？可摄政王还在里头呢。你怕什么？小姑奶奶，晚辈来给您送药了。我的目标是摄政王身上的活死人，肉白骨的还魂丹。你做梦！还魂丹是姑的娘亲留给姑的遗物，她只会留给姑未来的心腹。那我就当摄政王的一夜心腹，又能如何呢？为何这个女人和阿姨的气息那么相似？阿姨，本王对不起你。爹，求求您了，救救娘亲吧！爹，救救我娘亲！爹，您救救娘亲！爹，求你为娘亲请稳婆接生，她可是国公府的主母啊！自古女人都是要生产的，怎么偏偏她最娇贵？请什么稳婆？我看她当初生你时也无人陪产，这不活得好好的？小公爷，妾身日日烹煮山珍海味，为姐姐孕体养生，她身体强健，定会平安的。爹，快拿去当了，救你娘亲吧！小姐姓甚名谁？来日云间定结草衔环相报。我叫沈南逸，举手之劳而已。这还魂丹真是个好东西啊，摄政王贴身藏着，若不是将你扒光，我还真拿不到。纵使你服下了这枚还魂丹，治好了你脸上这道疤，像你这样心机深沉的女子，
远远比不上阿姨的1/1000。阿姨，是姑对不起，竟有这样一个女子。摄政王以为我拿这颗还魂丹是为了治我脸上的疤，我是要拿它跟沈家下一盘大棋。你找死！摄政王如果舍得的话，尽管动手。下作之妻！摄政王殿下，实在是不知道您跟我们家小姑奶奶，昨夜打扰您雅兴，还望您多多海涵啊！滚！他就是阿丑，昨晚我在屋里都看清楚了，阿丑他回来了。小姑奶奶已经睡下，还敢在此聒噪！死丫头，你你当真看清楚了？我跟他朝夕相处10几载，他就是化成灰我也能认得出来。婆母，他一定是因为子谦不要他，所以对沈家怀恨在心，回来报复了。哼，一个下贱的养女，竟敢这么玩耍我们将军府，且让他得意一日。明天我将召集全城权贵，拆穿他的身份，让他死无葬身之地。小姐，需要点什么？好，这些呀是我们新上的货，您看有没有喜欢的？啊，不。这个我要了。哎，我给您包好。摄政王，属下打探到，您当年当的那只金钗，现在就在这珍宝阁。阿义的东西，姑定要替他赎回。请收好。什么？卖出去了？你可知那是我们是公子的心头之物？是谁买走的？就刚刚，那个戴围帽的女子，她说那是她小时候的东西。阿姨，是你吗？
好妹妹，你还是露出狐狸尾巴了，谋害祖母，冒充小姑奶奶，搅得将军府家宅不宁，这就是你回来的目的吧？我看你还有什么话可说。我是来救沈周氏的，并不清楚你在说什么。子谦，赶快揭下他的面纱。阿丑右脸有道伤疤，只要看着他的脸，就能知道他是不是那个贱人。阿丑右脸有道伤疤，只要看着他的脸，就能知道他是不是那个贱人。怎么会这样？郎中说这道伤疤一辈子都不会去掉的。当初在沈家，为了避明柔锋芒，我不得不装作毁容，伪造这条疤痕。如今是时候该向你讨回欠我的一切了。她真是沈家的小姑奶奶。沈子谦这样刻薄祖宗，等他爹回来，不扒了他的皮？无论他是谁，今日我都要坐实他阿主的身份，让他去死！果然是你这个贱人呐！你一个国公府的养女，来历不明，下贱至极，也配妄想我的正妻之位？我不过是将你赶出了府，没想到你竟然伺机报复，冒充我们沈家的小姑奶奶，还想害死我祖母！这女人好歹毒的心肠，怪不得将军府当初不让她进门，还敢冒充人家小姑奶奶，等将军回来，定要将她千刀万剐。赶我出府？你今天当着这一屋子清流权贵的面，你沈子谦敢不敢发毒誓？跟大家好好说说，当初是如何赶我出府的？无论如何，也不是你谋害老太君的理由。没错，起开！沈子谦，这可是救命神药还魂丹，这药若是砸了，沈周氏就彻底没救了。你有胆承担杀害祖母的骂名吗？还还魂丹？谁不知道这还魂丹是摄政王的宝贝？你以为你顶着卑贱之身，真的会被摄政王看上？子谦、婆母，你们相信我，这碗里绝不可能是还魂丹。阿丑，你以为冒充小姑奶奶的身份，就能在将军府兴风作浪吗？像你这样自以为是的女子，死在我手里的不计其数。哼！我就先割了你的舌头，看你还怎么在我面前嚣张！住手！怎么是他？娘！娘，你这个疯妇，敢伤我娘，我杀了你！摄政王殿下，就算您跟这个贱人有私情，也不能帮着他残害我们忠臣一家吧？姑不是帮他，姑是心疼姑的还魂丹。还魂丹？这居然真的是还魂丹！听说这丹药时间仅此一颗，这南夫人岂不是断了沈老太君的生路？方才还口口声声说担心老太君，等将军回来，怕是要休妻了。居然是真的还魂丹，难道摄政王真的看上了这个贱人？钦差，他果然是阿义。
这支金钗是你的吗？摄政王为何拉着他的手？不知道啊，摄政王跟他什么关系啊？摄政王请自重。老太君醒了，老太君醒了！贱人，你完蛋了你！你完蛋了你！那我们就看看，到底是谁完蛋。祖母，这个贱人冒充我们沈家祖宗，在将军府那是兴风作浪啊！祖母，您看看清楚，只要您说她是假的小姑奶奶，我立刻把她拉出去，凌迟处死。放肆！这就是我们沈家的小姑奶奶！真的，竟然是真的！晚辈沈周氏拜见小姑奶奶。沈周氏终于又见到您了。祖母，您莫不是老糊涂了吧？他就是个骗子呀！他住口！方才你们说话，我听得一清二楚。我自知时日无多，我就是拼尽全力，也要睁开眼睛为小姑奶奶证明。祖母，小姑奶奶眉心那个凤尾花是独一无二的，老身绝对没有认错。她竟真的是我的阿姨。跪下！诸位，接下来就是我沈家的家事，各位请回吧。摄政王今日出手相助，沈南亦感激不尽，改日定登门拜访。小没良心的，利用顽固就丢。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个弃妇怎么就成了小姑奶奶？不敬尊长，忤逆妻上，按照将军府家规，该如何处罚？回小姑奶奶，军杖80。小姑奶奶，我儿虽是武将之子，但是从小身子孱弱，这80杖怕是要了他的命啊！要命？那你这个当娘的，替他扛40杖。娘，那要不你替他扛？小姑奶奶，我毕竟不是沈家人，但这家法与理不合，与理不合。柔儿，没有人愿意帮你啊！看来你的娘亲妾室也不怎么关心你。哎呀，罢了，我刚回府，也不想担上什么为尊不辞的名声。但如果你愿意裸身游街，我可以免去你40杖。沈子谦，你意欲让家丁玷污我名声，那我便要也叫你尝尝名声尽毁的滋味。男子汉大丈夫，岂可脱衣裸身游街？脱的就是衣服，游的就是街嘛。哎，打小我就不爱穿衣服，这是脱衣服，你看看，男子汉大丈夫，成何体统？能屈能伸。
打得好，就得谁让天天打得好吧？公平就该打，成何体统？将军府没给你们吃饭吗？永历！这么快就到，活该！看他还顶撞姑奶奶吗？狗屁姑奶奶，我定要让你加倍偿还我今日受的屈辱！那还魂丹可是救命的珍宝，世间仅有2颗。小姑奶奶好不容易寻得1颗，却被公子和夫人全毁了。等将军回来，您可一定要将军治他们的罪才好。我大概就是这个命了。我就是担心我死了以后，这将军府落入心术不正之人的手中，这100年基业可就毁于一旦了。您说的是？你不会死的。先前沈氏倒掉的只是半枚，另外半枚早已被我收起来了。赵嬷嬷，你将这半枚拿去给你们家老太君化水服下，还能续他几年寿命。13年前，沈周氏未能护住小姑奶奶，如今您却不计前嫌的救我，沈周氏愧不敢当。来，先起来。我救你可是有条件的，我要你帮我做一件事。好，我答应。儿啊，不是娘不帮你，实在是娘这把老骨头扛不住啊！我知道，娘，我可是将军府的独子，从小到大，您跟爹连一根手指头都不舍得碰我。如今被沈南义那个贱人打成这个样子，他又划伤了您的脸，这笔账，儿子记下了。娘，我记得沈南义回来那日，左老们送了他许多名贵的药材，其中还有补气化瘀的红参。您去让柔儿去晨曦院给儿子取些来炖上一碗，儿子需要好好补补。少夫人，您来做什么？子谦重伤不愈，想拿几根红参来补补身体。既然你在这儿，也省得我去跑一趟。去，给我取5根红参出来。少夫人，这红参是祖老们给小姑奶奶的，一共就只有6根。您好大的口气，一口气就要5根，你算什么东西？也敢这么跟我说话？给我按住他！我可是堂堂将军府少夫人，还教训不了你一个小丫鬟。既然小姑奶奶教不好自己的丫鬟，那我今天就替她好好教教你这将军府里的规矩。住手！
谁准你动我的人？是他目中无人，我不够让他去取几根红参，他就推三阻四怠慢我。难道我身为主子，连教训下人的权利都没有吗？小姑奶奶，那些红参是族老们送您的。红参可以给你，不过你也听到了，那些红参是族老们留给我做药膳的。既然你这么有孝心，那以后我的药膳就由少夫人亲力亲为吧。我是将军府少夫人，不是你的佣人。放肆！放肆！就算是你婆母和老生我，也得精心服侍小姑奶奶，何况是你呢？还愣着干什么？还不下去给小姑奶奶做药膳？摄政王，他怎么又来了？回小姑奶奶，摄政王称受老将军之托前来照看老太君。听说老将军本是要前来府中亲自拜见您的，可行至半路，陛下突然派摄政王送去紧急军报，老将军这才托摄政王前来将军府主持大局。原来是这样，难怪我给老将军传书，赶来的却是萧云剑。他究竟是敌是友，目的为何？小姑奶奶，晚辈正找您呢。小姑奶奶，红参汤已经炖好了，请小姑奶奶服用。吃？不叫你吃，看你被打得皮开肉绽之时，还能不能吃得下去？这扳指是摄政王最珍爱之物，摄政王年少心上人所赠。就算你是将军府辈分最高之人，在摄政王面前也不值一提。既然贵客临门，岁玉，我们就带着参汤与客同享。沈南叶，既然你自己找死，那可就怪不得我了。见过摄政王。见过摄政王，我们小姑奶奶听说您过府，特意前来一见。未曾想沈小姐如此记挂姑，看来姑以后得常来将军府探望。摄政王，属下已将将军府您走过的路来回找了好几遍，就是不见您的扳指。你说什么？你说什么？可是摄政王一时随身携带的那枚扳指，子谦这就命全府家丁进行寻找。里外都找过了，该不会是被手脚不干净的下人给偷走了吧？啊！敢碰姑的扳指，我看是嫌命长了。哎呦，小姑奶奶，怎么了？我只是吐出一颗沙粒而已，
你这么激动干嘛？怎么可能？我明明……你明明什么？我明明亲手将这红参洗了3遍，这药膳里怎么可能会有沙粒呢？小姑奶奶，我可否看一下这碗汤？哎呀！这块玛瑙好生眼熟，究竟是在哪里见过呢？姑的扳指怎么会在你那儿？不是我。我看是有人想贼喊捉贼，在摄政王面前坏我将军府名声。沈子谦，你这位夫人怕是没见过什么好东西吧？你个贱人，摄政王的东西你也敢休想！都说为长慈幼，可我看沈小姐对晚辈似乎毫无慈爱之心。断手的旨意是摄政王下的，与我何干？你真当姑是瞎的，看不见你将扳指塞入明柔的袖中吗？那摄政王为何还要帮我？因为姑做事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姑改日再来看你。前几日还朝我剑拔弩张，自从沈周氏醒来那天后，怎么突然就转了性，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哎，好了，好了，不疼了啊！轻点啊，轻点啊！轻点啊！你吼我干什么？我自己的伤我还没好呢。还不是因为你没用，要不然我堂堂国公府千金怎么会被害成这样？好你个悍妇，还不是怪你自己蠢，擦个扳指你都藏不好，反过头来搬起石头砸你自己的脚。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还敢躲？你打我是不是？哎呀！郑姐，你给我站住！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哎呀，姑奶奶，我错了，别打了。将军凯旋，班师回朝，车驾已经到城门了。哎，你爹呀，最喜欢我穿藕粉色。今天城门外必然有很多皇亲贵族相迎，我要把自己打扮成最俏丽的样子，让你爹眼前一亮。是，粉色娇嫩。娘，您如今几岁了？混账！怎么跟你娘亲说话的呢？
娘，你与其想着怎么讨好爹，倒不如好好想想怎么跟爹解释您亲手打翻祖母救命药的事儿。沈南一那个贱人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在爹面前添油加醋，到时候就算您全身穿的粉色，也是难逃爹的责罚呀。你说的对，能蒙几时是几时，今日定让他见不到你爹。小姑奶奶，今日将军得胜之日，咱们要不要也去城门口瞧瞧？就怕有人不想我们去。小姑奶奶原来在这儿啊，真是让妾身好找。明柔那丫头啊伤了手，今日不能给小姑奶奶做药膳了，妾身代劳，给小姑奶奶您啊炖了一碗燕窝，快趁热吃了吧。一会儿咱们去迎接将军，将军还没有拜见过您，此事定然十分期待。你倒是个懂事的，看在你孝心可嘉的份上，这燕窝赏你了。吃啊，吃啊！啊，小姑奶奶，这燕窝是族老们送给您的，妾身要是吃了，婆母定会责罚我的。小姑奶奶，您别为难晚辈了，您要是不吃，妾身倒了便是。一番心意浪费，总好比担上贪嘴的骂名好。你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若是再不吃，担上虐待小辈骂名的，怕就是我了吧？晚辈这就吩咐下人套马，一会儿过来迎接小姑奶奶。有毒！你想死吗？你想死吗？小姑奶奶，这是咱们沈家的小少爷，从小就疯癫蠢笨，惊扰了小姑奶奶，还望小姑奶奶恕罪。你的嘴怎么就那么馋？是不是馊水吃多了？让你吃！你们，小姑奶奶，这位小少爷是先夫人的嫡子，沈夫人本是妾室，先夫人生小少爷时难产而亡，这才登上了主母之位。道士说小少爷不祥，便被送去了乡下10几年。将军大捷，这才被送了回来。咱们还是别沾这晦气了，还不老实！来，谁给你们的胆子，敢这么对沈家嫡出的少爷？接下来你们是不是还要掀翻整个将军府，当将军府的主人？姑奶奶饶命啊！我们也只是得夫人授意，是夫人说陈少爷是天煞孤星，只有对他越狠，我们将军府的未来才会越好啊！沈子谦，原来你是个妾生的庶子，我正好想换了这将军府的继承人，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多谢漂亮姐姐出手相助，可是他们说的对，我就是个灾星，克死了娘，接近我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的。漂亮姐姐还是离我远些吧。这下辈分可乱了，你得叫我小姑奶奶。那你想不想改命？从今日起，就是你摆脱灾星的机会。帮我套车，我要去城门见将军。小姑奶奶，
夫人说您得了急症，最后一辆马车已经被请去教郎中了。这个神母还真是急不可耐。你会骑马吗？啊，骑马？我……上车。这才分别几日，便背着锅养了个俊俏的小厮。瞧他弱不禁风的模样，我一脚就能把他踹个半死。今日城门处接沈将军的都是京中贵族，你带个讨饭的去，也不怕被人耻笑。我还是去外面赶车吧。你就坐在这儿。多谢摄政王载我们一程，只是摄政王为何会出现在我们沈家门外？顺路而已。也不知是谁到了城门处，不见沈小姐便担心到不行，生怕沈小姐出事，套了车便往将军府赶。哎呀，前面就是城门了，既然只是顺路，还请摄政王在此将我们放下，剩下的路我们走过去便好。警方，停车。吁！沈南翼，城门封印，也不知道多穿一件。摄政王体恤臣民，哪有大处之福？你身子骨弱，别冻死了。父亲，老爷，你总算回来了，可让妾身好想啊！太好了，爹回来了，有人给咱们撑腰了，整治那个沈南翼了。这些年来，我在外征战，多亏你操持钟馗，照顾母亲，你辛苦了。怎么不见母亲？将军有所不知，小姑奶奶回来了，婆母在照顾她，就没有出门迎你。母亲身体不好，府中下人很多，为何偏偏让母亲照顾我？父亲有所不知啊，那个沈南翼仗着自己辈分高，根本就不把母亲和祖母放在眼里，搅得整个将军府那是鸡犬不宁啊！混账！小姑奶奶是府中辈分最高之人，她也是你们几个小辈能胡乱挑拨的。父亲说的是啊。没想到啊，你倒是个明事理的。将军，她就是小姑奶奶沈南翼。没有想到小姑奶奶生得年轻漂亮，实乃是我沈家之福呀！听说这小姑奶奶当年失踪，是因为沈老太君看管不力。听将军夫人刚才那番话，她该不会是故意蹉跎老太君吧？没想到他年纪轻轻，竟然如此心狠手辣。这事儿当初就是个意外。沈老太君年迈体弱，他怎么忍心下手折磨的？这都怪我那多嘴欺世，不懂事。可话既已出口，您要是不做解释，恐怕难以平悠悠众口。
不过若是小姑奶奶不做解释也可以，我可以抽烂他们的嘴，让他们不再说小姑奶奶半句错事。你误会小姑奶奶了，她迟迟没来是因为……哪来的乞丐？你若是冲撞了我家小姑奶奶，我定要你碎尸万段！你仔细看看，她到底是谁？我儿子陈，10几年不见了，你长大了。原来那脏兮兮的小乞丐，不是他豢养的小厮，而是他的后辈。沈南义怎么把那个野种带过来了？爹爹，您误会小姑奶奶了，她之所以来迟，是为了在府中救我。你是我将军府的公子，在将军府中，谁敢欺你？还需要小姑奶奶来照顾你？将军，定是府下的人见陈儿眼生，不知他的身份，才对他不敬。待妾身回去，定好好罚那些贱皮子。小姑奶奶，刚才我误会您了。晚辈是一介粗夫，更不懂礼数，还望小姑奶奶宽宥。你何止不知礼数，简直蠢笨至极。我沈家嫡子，在外流落受虐10几年，沈家当家人就是这么掌管沈家的。儿子儿媳衣着光鲜亮丽，养得珠圆玉润。哎呀，你看看这小少爷，衣着破烂不堪，好一个黑心的后母啊！这沈将军也是，竟然纵容妓妻，欺辱嫡子。小姑奶奶10几年不在府中，恐怕府中之事不太清楚。等我回府以后，再向您陈情。站住！摄政王殿下，沈将军，大楚以仁孝治国，你为父不辞，就算战功显赫，也难得陛下重用。摄政王言之有理。蠢妇，我出征之前百般交代你，让你照顾好府中上下，这就是你照顾的我沈家子孙吗？妾身冤枉老爷，妾身刚把子辰接回来的时候，吃穿用度都是最好的。今日子辰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穿着如此破烂，定是有心人指使，有人要污蔑妾身，破坏老爷的名声啊！老爷若是不信，大不了回府中查看子辰的屋中是否有妾身置办的行头。小姑奶奶，我屋里本不是这样的。将军，都说后母难当，我给她的都是按照将军府最高规格置办的。如今妾身还被姑奶奶陷害冤枉嫡子，妾身真想一头撞死，验明清白。这是干什么呀？小姑奶奶，这就是你说的晴儿在府中受虐待吗？我见你辈分尊贵，你怎么可能故意让陈儿穿着破烂衣服在摄政王和京都贵族面前造谣抹黑我夫人，虐待她？摄政王，沈南义身为沈家小姑奶奶，我若处置，便是不敬。臣恳请摄政王惩治沈南义，还我将军府一个公道。沈小姐，你可有什么想说的吗？
沈子辰身形单薄瘦弱，根本穿不下如此宽大的衣物。这衣服质地柔软华贵，是难得以桑蚕丝制成的珍品。我回府那日，分明看到沈子谦身上穿的就是这件。你们是要让沈子辰穿着沈子谦的旧衣，在京中贵族面前丢人现眼吗？怎么会这样？我刚刚明明让丫鬟去成衣铺子里买了最合适沈子辰的尺码。王爷能是否再载我一程？又有什么要姑帮忙的？摄政王聪慧，果然都瞒不住您。沈母并不会轻易背下虐待嫡子的名声，她心思缜密，必会提前回府准备适合沈子辰的衣服。金风兄弟脚程快，我想请金风兄弟摸进将军府，帮我把那些衣服换成沈子谦的。姑帮了你有什么好处？想必摄政王听说过，沈家先祖世代经商，留下大笔银钱都在财库，而我身上恰巧有沈家财库密钥。听闻皇上将筹集军饷一事交给摄政王，沈南一愿意替摄政王出这笔钱。要一个女人的钱，姑还没有落魄到如此地步。帮你可以，不过你要答应姑一个条件，等姑想到了具体的条件，再来告诉你。将军，定是下人们弄错了，把子谦和子辰的衣服混在一起了。你这个贱妇，还敢撒谎！现在陈儿面黄肌瘦，你若悉心教养，他怎么会这样？臣的家事让摄政王见笑了。沈家男丁选妻的眼光，还真是遗传的差呀。摄政王说的是，这个贱妇毕竟在将军府照看了10载，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念她是初犯，便小惩大戒。谁说她是初犯？母亲，您身体不好，为何亲自过来一趟？如果我要是不来，你是要庇护这个毒妇，让她把我们沈家给害垮。母亲，平儿只是苛待了陈儿，她对将军府并无二心。糊涂！你出征的这些日子，我重病难愈，宫中太医看后都说我时日无多。这小姑奶奶为了给我续命，寻来了还魂丹，没想到却会到她的手里了。她要断了我的后生。什么？姑能证明，是你们沈家的小姑奶奶找姑要的还魂丹，可惜被糟蹋了。上不敬婆母，下不辞幼子，你让这样一个蛇蝎毒妇为妻，迟早毁了将军府。小姑奶奶说的对，这样的女人就不配当主母。从今日起，你把府印和账簿交出来，这个家不许你管了。将军，这么多年你在沙场征战，我为婆母施疾多有用心，你不能这么对我。更何况母亲年事已高，而且明柔还没有学会掌家之事，这府中除了我，没有人能执掌钟馗啊！将军三思啊！谁说府中无人能执掌钟馗？
你置我于何地？原来他今日让我陪他演那么大一出戏，目的是为了长家。这长家之位啊，本就应该是小姑奶奶。我们这些人呢，不过是代为掌管。如今啊，这府印也该物归原主了。母亲说的对，那以后这府印和账本就劳烦小姑奶奶代管了。劳烦？我保管自己的东西，用得着劳烦吗？我父亲乃是将军府第1代家主，这家产基业都是他留给我的。你们只是沈家的旁支，说起来，你们不过只是借助。神佛在上，保佑我这次一定能置沈南义那个小贱人于死地。这娘自从交出掌家权印以后，成天在这屋里诵经礼佛，该不会憋出什么毛病吧？都是沈南义那个贱人害的，他一定是在报复你我害他之仇。哎，子谦，我听说沈南义最近跟你那个弟弟沈子辰走得很近，他该不会是想让沈子辰继承沈家吧？要是这样的话，你父亲的爵位和沈家的银钱，我们一分都分不到了。这慌什么？我在这府中几十年，什么样的小贱人没有见过？最后还不都是死在我手里？沈南义也不例外。可婆母，您现在也被他关在这屋里，您能拿他怎么办？我是没有办法治他，但我能找治他的人来。他不是想靠摄政王这座大山吗？长公主倾慕摄政王这么多年，要是让他知道沈南义的心思，定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些年，沈母掌管沈家，府中账目竟然有这么多亏空，难怪我刚回府时，他对我那么恭敬，看来是迫不及待想拿到我手里的财库密钥了。小姑奶奶，总算有些嫡子的气派了。近日可还有下人敢欺辱你？没有。多谢小姑奶奶替我做主。自从小姑奶奶掌家后，我的吃穿用度都是最好的，下人们也不敢怠慢。哦，瞧我这记性，刚刚来时，长公主殿下派小厮给小姑奶奶送来了请帖。长公主殿下的百花宴只邀请京都贵族，她邀请您来参加，大概是已经知道了你执掌将军府，有意讨好拉拢您。我看未必。小姑奶奶，祖母听说您是第一次参加长公主的百花宴，她老人家特意让我陪您一起去，也好跟您说说规矩，免得丢了将军府的脸。百花宴都邀请你这样的人去了，还怕丢什么脸？百花宴都邀请你这样的人去了，还怕丢什么脸？彩萍，把给小姑奶奶准备的东西拿进来。好漂亮的金冠！这个是我们沈家的传家之宝，公主喜华贵，小姑奶奶您戴上，定能在百花宴上脱颖而出，博得长公主青睐。精致上佳，红玉通透，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佳品。碎玉，收起来。还有这百花饼，百花宴上命妇都会带自己亲手制作的百花饼，让长公主品鉴，公主喜欢谁的，谁便是魁首。这饼是我特意找匠人所制，味道独特，您戴上定能在百花宴上一鸣惊人，为我们将军府争脸。你会有这么好心？
常言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您若得势，朝中的人都得高看我们将军府的人一眼，所以帮您就是帮我们自己。那小姑奶奶，晚辈就先退下了。明日百花宴，您切莫忘了带上这些。这嫂嫂倒是良善啊，这般周全妥帖。怪不得你能把自己养得这么面黄肌瘦，真是个能进藏宝阁的小蠢蛋。所以姐姐，小姑奶奶这话何意啊？说小少爷你蠢的独一无二，惊世骇俗呗。小姑奶奶，咱们明日真的要带着少夫人送的这些东西去参加明日的百花宴？叫厨房重新准备食材，重新做一份。小姑奶奶不好了！小姑奶奶，昨天您吩咐重做的百花宴上的糕点都被野猫刨烂了，现在还有1个时辰了，现在重做怕是也来不及了。我听闻这百花宴空手去参加是大忌，去年有个命妇没准备东西，惹长公主大怒，被当众杖责，还赶出了公主府。他们就这么想让我带着百花饼去？碎玉，那便如他们所愿，拿着吧。你确定公主今日会戴跟沈南一这个贱人头上同样的金冠？奴婢本家的姐姐在公主府当差，她说这是公主为百花宴最新打制的样式。抢公主男人，又与公主戴同样的金冠，你就安心等死吧。将军府少夫人来了，今日怎么这般迟？一会儿宴会开始，定要罚你3杯才好。今日我是陪我们家小郭奶奶来的，她才是主角。长公主的百花宴，除了长公主自己，谁敢以主角自居？饶是沈小姐身份尊贵，如此狂妄无状，怕是要给将军府招来祸端。听到了吗？谁让你狂妄无状，胡乱说话的？瞧我沈家小辈这脑子，让大家见笑了。你怎可随手动手打人？我教训后辈，还需要挑日子。他心思不纯，想打便打。长公主到！沈南叶，你的死期到了。今日好生热闹，诸位怎么都聚在一处？可是有什么热闹看？你的发饰！求长公主饶过我们家！你是什么东西，也配戴跟长公主一样的钗子？怎么会这样？摄政王，有客到。没看见顾正芒吗？让他滚。是，属下这就去回复碎玉姑娘。回来，让他进来。是。可是你们小姑奶奶有话让你带给我。这是他给姑的定情信物，回去告诉他，他的心意，姑明白了。摄政王误会了，我们小姑奶奶明日要去参加长公主的百花宴，她听闻您与长公主私交颇深，想让您将这支钗赠予长公主。姑凭何帮他？
孤平何帮的？我们小姑奶奶说了，上次她的军饷没有送出给您，实在良心难安。若摄政王愿意，他愿与您合作，往后整个将军府都供您驱使。回去告诉你们家小姑奶奶，姑跟长公主不熟，也没有私交。阿姨，你可知就算没有这些筹码，姑也会心甘情愿被你利用。这支钗是明柔最华贵的首饰，她定会带这支前来赴宴。如今我倒要看你怎么办。他送的，长公主便欢天喜地地戴在头上，还说没有私交。喜欢模仿本公主的发饰？臣女不知道公主今日会戴这支钗。那你的意思是本宫在模仿你吗？不，那本宫戴什么？还需要向你请示是吗？长公主最厌恶的就是有人学自己的打扮，少夫人这次怕是要遭殃了。你可知这钗是本宫最心爱之物，只有本宫国色天香才堪佩戴。既然你毫无自知之明，本宫便毁了你这张脸，让你再无机会模仿本宫。本宫本来还担心今日百花宴的花不够红，少夫人这血倒是把这花衬得殷红，也算是将功折罪了。诸位落座吧，莫搅了兴致。等等，这位眼生得很，想必是将军府刚刚寻回的小姑奶奶沈南义沈小姐吧？正是。听说摄政王为了帮沈小姐解围，屡次出入将军府。既然沈小姐是云剑的朋友，那便是本宫的贵客，请上座。沈南义，刚刚算你走运，这次你绝不会再躲过去了。今日百花宴，本宫亲手为诸位准备了百花饼，春条呈上来，分给各位夫人小姐。小姑奶奶，咱们跟长公主准备了一样的，这可如何是好啊？传闻百花饼是摄政王最喜爱的吃食，所以每年百花宴上，长公主都亲力亲为制作百花饼。长公主一双巧手，做出来的东西也是精致绝伦，我等粗鄙的手艺都不好意思拿出来。我为诸位准备的是马蹄糕。小姑奶奶，这可如何是好啊？不知沈小姐今日为我们准备的是什么？我手艺粗鄙，所做之物不如各位的精致适口。沈小姐，你迟迟不肯打开食盒，莫不是食盒中所做之物见不得人？哎呀，小姑奶奶，你该不会跟长公主做的一样是百花饼吧？你该不会跟长公主做的一样是百花饼吧？难怪昨日听下人们说，小姑奶奶一直在四处寻找鲜花，想必就是为了做百花饼做准备。
大胆！本宫三令五申，百花宴上只本宫一人能做百花饼。沈南逸，你以为你是将军府的小姑奶奶，就能公然挑衅本宫，打本宫的脸吗？长公主息怒，都怪那个少夫人，她故意给小姑奶奶您送百花饼，这是要害您啊！给我掀开她的食盒，若真是百花饼，本宫绝不轻饶。怎么会这样？我自知手艺不佳，所做糕点难以入眼，于是另辟蹊径，做了这壶百花酒。没想到却被其他人误会，与公主争锋。没想到却被其他人误会，与公主争锋。看来是有人按耐不住，毁掉了我的食材，逼着我带着明柔送来的百花饼赴宴，可我偏不让他们如愿。13年前，我坠崖失忆，被明家收养，当成下人一样虐待，酿酒之法也跟厨娘学过。怎么会这样？明柔，你当着长公主的面出言挑衅，让大家都以为我所带之物是百花饼，你究竟是何居心？是想连累我们整个将军府吗？长公主，就算他没有带百花饼，那这百花宴是赏花品茶的雅宴，他怎么能带这么粗劣的酿酒来呢？长公主，少夫人言之有理，您千金贵体，怎么能喝这种酒呢？长公主殿下，你一定要好好责罚他才好。沈小姐，你也都听到了，你坏了规矩，我就算有心保你，各位夫人也是不同意的。不如这样吧，你若把你酿的这瓶酒全部喝光，我便不再追究。长公主饶命，这一坛酒就是身强力壮的男子喝下，怕也是受不住的呀。放肆！你一个丫鬟，哪有在长公主面前插嘴的份儿？你与他同为婢子，他没有说话份，你就有吗？你们都是死的吗？还不给本宫把他抓住！长公主，放开！本宫倒是要看看，是他的性子烈，还是他酿的酒烈。不要，长公主，不要，不要啊！不要，现在知道怕了，晚了。哼！我哪是担心小姑奶奶呀，我是担心长公主。小姑奶奶发作起来，怕是连公主也敢打。谁敢动姑大人？他们有没有伤到你？他的命怎么就这么好？每次都有摄政王相助。这群蠢人根本不配喝你酿造的酒。云剑，我姑视若珍宝的东西，却被你们如此作践。依姑来看，这百花宴也是虚有其表，不必再办。
就算你是权倾朝野的摄政王，也没资格把手伸到本宫这里。长公主每年通过百花宴大敛国库之财，难道非要姑说的更清楚一点吗？他为了我，竟不惜与长公主反目。以后这种乌烟瘴气的宴会，不想来便不来了。萧云剑，你真的要为了这个女人得罪本宫，得罪整个朝廷吗？就算姑为了她得罪整个天下，也没有人敢说半个不字。这不是回将军府的路，你要带我去哪儿？让我给别的女人送珠钗，亏你做得出来。沈南逸，你的心是石头做的吗？你当真不明白我对你的心意？摄政王，你的扳指掉了。你当真不认得这个东西？你再好好看看。这东西，摄政王当眼珠子一样宝贝，我怎么会认得您的东西？百花饼，红玛瑙，13年前萧国公府那个无助救母的少年，你真的忘了？小姐姓甚名谁？来日云见，定结草衔环相报。 13年前，你赠我金钗，金钗上的红玛瑙，我舍不得当掉，便将它嵌在了我的扳指之上。这些年，我血雨腥风里度过，无数次命悬一线，它是支撑着我坚持下去的唯一信念。阿姨，事到如今，我什么都不怕。 只怕再也不能与你重逢。是你，原来他爱吃百花饼，正是这枚玉扳指，都是因为我不知道，我当年的无心之举，会让你记到今日。无心。沈家历任家主，皆乐善好施。 祖训中更有一条是锄强扶弱，我自小被当作家主培养，自然。沈南逸，你让我做你的刀，我认。百花宴上，你就算不让碎玉去送珠钗，我也能护你。阿姨，我现在就想问你一句，你真的不明白我对你的心意吗？我回答我。摄政王，陛下急召。 要不你还是先去。叫他等着！叫他等着！回答我。我现在脑子乱得很，你让我如何回答你？难道我曾经一一救过的人，都要统统记得吗？我明白了。可能你还不了解，姑是一个 怎样的人吧？姑想要的东西，就算不择手段，也会去争，去抢。还记得你欠姑一个人情吗？记得。现在是2个。当初你帮我救了沈子辰，我答应许你一个条件。现在，姑要你履行你的承诺，做姑的王妃。舅父，您总算来了。您要再不来，朕这皇宫都要被姑姑给哭垮了。她好歹也是我大厨长公主，你怎么在命妇们面前半点脸面都不给她留？她是如此跟你说的。你先前不是常夸赞姑姑做的百花饼做得好，
怎么今日朝他发了那么大的脾气？你们俩是朕这世上最后的2个亲人，你们不和，朕夹在中间难做人。不如这样，朕给你俩赐婚吧。胡闹！反正你们没有血缘，你是外祖母的儿子，她是皇祖父的女儿，为何不能？姑出生入死这么多次，怎么就扶持了你这个小蠢蛋登基啊？姑这次来是让你拟旨赐婚，不是长公主。是谁都好，你这棵千年的铁树可终于开花了。不过朕很好奇，到底是哪家的姑娘能入你摄政王的眼？是将军府。据我所知，沈将军没有女儿，府中女眷除了老太君和刚回来的小姑奶奶，只有沈将军的儿媳。难不成舅父你好人妻？不是人妻，莫非你有龙阳之好？我都不是，那还能是谁？是沈家的小姑奶奶沈南义。万万不可！沈家小姑奶奶身份尊崇，沈将军为大楚镇守边疆，以命相搏，你怎么能惦记人家小姑奶奶呢？沈答应，朕这就拟旨赐婚。沈小姐，您既已安全回府，那我便也回去了。等等，你回去告诉摄政王，沈南一还未完成之事，恐恢复了他的情谊，没有办法当他的王妃了。沈小姐，您大概是不了解我们摄政王，摄政王认定的人，到死都不会更改。您一差之恩，摄政王记了整整13年。当年他当了您送的那支差，请了稳颇，可最后还是没救回夫人的命。怎么会这样？夫人死后，摄政王入宫为妃的长姐也被人所害，只留下质子。自此，摄政王性情大变，他以性命相搏，不顾一切的往上爬。他扶持长姐之子登基，以铁血手腕为他肃清朝中威胁。外人都当他是冷血无情，可只有惊风知道，他的心底始终为您保留一处柔软。沈小姐，这整整13年，摄政王没有一刻放弃过寻找您的下落。他对您是惊风多言了，惊风告辞，走。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是想犯上吗？公爹，我有个养妹，无耻至极，名叫阿丑，当年妄图代替我加入沈家，一步登天。这和小姑奶奶的身份有什么关系？爹，这个就是曾经纠缠于我那个贱人阿丑，这账簿上的字迹就是铁证。公爹，这个就是阿丑当年的字迹，与这账簿上沈南义的笔迹一模一样。阿丑，你千算万算，却怎么也没算到，自己苦心经营这一切，眼瞅着就要掌控整个将军府，却全毁在这个账簿字迹上了吧？你个冒牌货，现在还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我，你蠢的卦象，还给我下套，你也配？将军，阿丑这个女人心思歹毒至极，她得不到子谦青睐，便冒充我们小姑奶奶的身份，搅得我们将军府鸡犬不宁啊！来人，把这个冒牌货给我抓起来，打入军牢，凌迟处死。爹，凌迟的时候，孩儿希望亲自行刑，以消这几天
他欺辱孩儿的心头之恨。慢着！死到临头，你还有什么话好说？我是连你娘都亲口承认的小姑奶奶，你连她的话都不信？将军，我已经请名医给婆母看过，名医说婆母病重，偶尔不认的人也是正常之事。将军，阿丑这种女人心思歹毒，恶毒至极，我们将军府断然不能留她了。爹，娘说的对，与其把她押入天牢，夜长梦多，还不如就地正法。萧云剑，这一次我也能等到你吗？爹，孩儿这就动手，除了这个祸害。摄政王殿下，这是我将军府的家事，您屡屡出手，恐怕不合规矩吧？摄政王，你不要被这个贱人给骗了，她根本就不是我们沈家的小姑奶奶，她就是一个被我厌弃的贱妇而已。找死！夫君，谁敢上前，姑就射谁的人头。摄政王，就算你的身份再高位，也不能因为这个女人就欺辱功臣之家。你这样会遭人唾骂，也会引起民愤。她是姑的王妃，谁敢伤她，如同伤姑。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将军府沈南驿，玉秀名门，持公殊慎，今赐婚摄政王萧云剑，赞襄内治，欲修厥德，钦此。敢对王妃不敬者，杀无赦。摄政王，老夫为大楚浴血奋战，膝下只有2个儿子，看在老夫的面子上，就饶了这孽畜吧。沈子谦性命攸关的时刻，他这个做娘的一点都不着急。你若是这样毫无理由杀了他，定会背上残暴不仁的名声。你是在担心我的名声？杀人也要师出有名，他不该就这么轻易的死了。沈子谦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他为了嫁祸我，盗窃沈家账本，私藏沈家物品，品行恶劣，不堪继承沈家。阿姨，你认为应当如何处置？换嫡子。沈子辰的生母也曾经是沈家主母，她比沈子谦更加有资格当这个嫡子。沈南驿，你都不是我们沈家的小姑奶奶了，没资格管我们沈家的事。你给我闭嘴！一切全听小姑奶奶做主。既然如此，那从今日起，沈子谦为沈家庶子，吃穿用度皆为下人用度。
只差一步就能让沈南一那个贱人置于死地了。摄政王到底看上那个村姑什么了？当然是他手里的财宝了。娘，你怎么都不帮我在爹面前求求情啊？那个沈子辰，他就是个贱人，生的野种啊！他自己不争气，连我都连累了，害我没了掌家之权。蠢货的儿子果然也是蠢货。子谦啊，娘并非不心疼你，只是娘也没办法。沈南义一日不出，咱们娘俩就永无宁日。下个月初6是沈家1年1次的祭祖大典，想办法除掉沈南义。娘，我明白了，下个月初6，就是你沈南义的死期。啊，小姑奶奶，您没事吧？这钥匙放在我身上，我总觉得不安，生怕丢了。看您安然无恙，也该物归原主了。小姑奶奶，可是钥匙有什么问题？没有。你也早该回去见见你父亲了。不久之后，他就会宣布你成为将军府的嫡子了。今日之事，子辰全都听说了。多谢小姑奶奶争取到了这个机会，子辰日后定不负小姑奶奶期望。子辰告退。假的也敢蒙骗我。下个月初6，真是个好日子。小姑奶奶，车马已经在外恭候。小姑奶奶今日比13年前还要光彩照人。我怎么记得13年前那场祭祀大典，没有看见你？我身份卑微，怎么有幸参加？都是听下人们所说的。这2位少爷模样生得很像，年纪也差不多，但是品行却大相径庭。要是子谦少爷也能像子辰少爷一样，那就好了。走吧。已经按照娘说的，在沈南义的马尾上做了标记，只要埋伏的人一出现，马匹受惊，身旁就是万丈山崖，沈南义定将死无葬身之地。做得好，等沈南义一死，我便让你爹马上恢复你嫡子的身份。走，跟为娘看看热闹去。小姑奶奶，不知怎的，今日我心里一直发慌。疫情乌合之众吧？你听，不好了，有刺客！夏云剑，我听见你遇袭的消息，还以为你初见马车，我便起了疑心，实在太过拙劣，所以明儿要跟我替换马车，我没有拒绝，所以朝堂叱咤风云的摄政王，也会为了女人落泪啊。我只是被风迷住了眼。哎呀，我苦命的儿媳呀！柔儿，你怎么就先去了呢？柔儿，哎呀，救出真凶，还柔儿一个交代。
是你！车夫说了，就是他把被标记的马跟柔儿的互换，所以柔儿才被刺客给行刺了。青蝶给柔儿做主，严惩凶手。故意查明真相，你还敢再次攀污？把你知道的全部说出来。少爷说让我给小姑奶奶的马匹尾部绑上红绳，但少奶奶嫉妒小姑奶奶的马匹更好，硬要换的。都是少爷指使的小人呀！血口喷人你！沈将军，姑把王妃交给你照料，你就是这么照料她的。若非她误换了马匹，今天的后果不堪设想。畜生！谁给你的胆子，竟敢害小姑奶奶？饶命爹！老爷，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莫要责怪他。不好！母亲，你怎么能痛杀爱子？子谦，子谦！恭喜小姑奶奶，贺喜小姑奶奶！摄政王今日上门下聘，像这样的聘礼堆满了整个将军府，还有外头的长街，全是他送的聘礼。阿义，这箱是黄金100两，这箱是蜀锦和五彩纱，外面还有外藩进贡的名贵珠宝。多谢摄政王。我们即将成婚，哪有人会对自己的夫君输血？我还有未完成的事，婚期恐怕不能如常。你啊，又想戏耍本姑。13年前，杀害我的凶手还未找到，留他在沈家，怕是会为沈家招来大祸，所以……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无论如何，我会一直等你。好。小姑奶奶，夫人差您前去前厅谈事，特吩咐只您一人前往。看来是寂寞难耐了，我去就来。小姑奶奶慈安，正和老太君商议着你与摄政王的婚事，只是家中余钱不多，听闻你有沈家的秘药，不如您打开沈家财库。那是爹爹留给后辈的，我怎可享用？小姑奶奶大意啊，只是您这么紧张，该不会是您打不开沈家的财库吧？荒唐！财库秘钥只有小姑奶奶一人才有，她怎么会打不开沈家财库？哦，所以她根本就不是小姑奶奶。母亲，你怎能不信儿媳？原来你是这心思。陪你演了这么久，也该做个了结了。沈南义，你演了这么久，也演够了吧？你根本就不是沈家的小姑奶奶，手里也没有沈家密库的钥匙。你有什么证据？证据？
这就是证据。真正沈家财库的密钥在我手里。沈南一，只怪你自己蠢，信错了人。我的亲儿子怎么能不向着我呢？小姑奶奶的钥匙怎么在你手里？婆母，你有所不知，真正的小姑奶奶早在13年前已殒命了。这是我派人从她坠崖的山谷里找到的。婆母，我们一家人被这个骗子骗得团团转，我们绝对不能轻易放过他。将军，此妾因他而死，他就是个祸害。将军，难道你还不信任我吗？沈南一，今天我就让你死得清清楚楚。将军，婆母，等会儿我拿这把钥匙打开财库大门，真相自然会大白。开呀！你不是说你手中的钥匙能打开财库吗？将军，妾身也打不开这门。废物！这怎么会这样？你笑什么？又是你自捣鬼是不是？我当然是笑你蠢。你不知道沈家财库的钥匙就在沈家。你胡说！让开！爹爹，是女儿不孝，多年来未曾来见您。今日，请爹爹帮助女儿验明真身。但凡沈家族人有一人，哪怕一人虔诚跪拜祖先，都能在这个桌子脚下看见机关。爹爹给我的钥匙是假的，只为护我平安。但爹爹又害怕沈家后代子孙落魄，将钥匙留在这里。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你们还真是狼心狗肺！开了！小姑奶奶保佑我沈家，沈家必将百年昌盛。有此等心术不正之人，沈家基业不会昌盛，只会毁于一旦。小姑奶奶，之前多有得罪，那时候都是不知您身份，我夫人也是为了沈家好才误会您，还请您高抬贵手。他可没有误会，他早就知道我的身份，所以才伙同他的亲儿子一起来算计我手里的密钥。
沈子辰，你若再不承认你和他之间的关系，我就杀了他！不要伤害我娘！住口！住口！谁是你这个贱种的娘？娘早就死了！你以为我对你真的没有防备？放任你将钥匙偷给神母，我原本想给你个改过的机会，没想到你跟你娘一样，天生就是个坏种。子辰，怎么会是他的儿子？小姑奶奶，您是不是弄错了？我第一次见沈子辰，他抢我手中燕窝，竟然知道将燕窝里的燕毛挑出。一个久居乡下的人，从未见过好东西的人，怎会知道这个？那些家丁虽然责打了他，却未真的用力。那时我便心存怀疑，故意将假的财库钥匙交给沈子辰试探他，没想到他真的将假钥匙替换。直到那日，他又说漏嘴，说见过13年前的我，那时我才真正确认他的身份。胡言乱语！他若真是我儿子，我怎会放任他在乡下受苦，又悉心抚养沈子谦长大？你扪心自问，是真心教导沈子谦吗？你将他纵得无法无天，是为让他铸成大错，好让你的亲儿子有掌管沈家的机会。可如果他把亲儿子养在身边，那不是更方便？为何多此一举？那是因为他担心13年前他刺杀我这个小姑奶奶的罪行曝光，会连累他儿子。恰巧沈子谦高烧失去记忆，他便将容貌相似的沈子谦和沈子辰替换。你想干什么？你别过来！你就是13年前害我的真凶。你个毒妇！我沈家家宅不宁，原来都是因为你！沈南义，你以为是你赢了我吗？要不是萧云剑帮你，你现在早已成为我手里的一堆白骨。我没有输，更不可能输给你！沈南义，倩儿，你疯了吗？我为你苦心筹划多年，只差一步你就能当上沈家家主，你这是何苦呢？娘，小姑奶奶救我多次，我不能看着你一错再错下去，收手吧，娘。倩儿，这个毒妇简直是罪有应得！拜见小姑奶奶，请小姑奶奶掌驾。愿将军府百年平安，福泽绵延。百年平安，福泽绵延。
为何这个女人和阿姨的气息那么相似？难道我曾经一一救过的人都要统统记得吗？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无论如何，我会一直等你。阿姨，你忽悠沈家，我来忽悠你。